秋明，高秋明，四方剑阵。 你走不了了。谢城主似乎得意的太早了。高秋明虽然愚钝，却有一句话说对了：我既与南虚月合谋，又岂会不留有后招？南庄主，该你动手了。 南虚月，你背叛我！从未效忠，何谈背叛6000年前，仙盟耗尽混沌珠之力，才得以建立万仙阵。如今你们空有混沌珠之体，却缺混沌之力，想重建万仙阵，简直痴妄！痴妄。 血城玄天门、净花宫、碧霄宫，甚至暗宇，年长一辈的法相尊者相继陨落。论当时灵力至强者，恰恰剩我、穆玄灵以及你。所以从那时起，并不是我算计你，而是我被算进了你的棋局里。我们无法算到你每一步会怎么走，但知道你最终会怎么走。何羡我。 此门为你而备，和南虚月的配合，并不算难。南虚月，你们当真知道他是怎样的人？知道他在背后都做过些什么？南虚月受我胁迫，身不由己，真是这样吗？将死之人，你就尽管笑吧。笑完之后，带着你所有的罪业。 到地下赎罪。起阵！你们之间的同盟，根本就脆弱的不堪一击。南虚月所做之事，你当真可以视而不见？ 当作无事发生吗？而你呢，南虚月，你真的放得下他吗？你想要活下去，不就是因为他吗？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劳你费心。南虚月，你想清楚，我一旦死了，你便再也拿不到药，你也会死。终于啊，都入阵了。都。南虚月，开阵。 好，那便如你所愿。不要！虚月，你干什么？ 大战已起，阵眼中人皆不得逃，三门皆为死。三人皆死。真是好大一出戏啊！南虚月，难道连他你也要杀吗？
你所求究竟为何？玄灵，我相信的是你，即便我落入何仙王手中，你也一定能把我救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不要！穆玄灵，穆玄灵，不该是这样。谁家亲郎总是像你这样连名带姓的叫人？以后叫我灵儿，好不好？好，你说什么都好。于不会之间找寻你的脸，为什么？若心中的泪无人你跟玄信说的话，可否还我都听到了。往往比先走的那个更痛苦，是我太过自私，要让他做留下的那一个了。每一次作战，你都抱着私志，你总是为所有人考虑，却唯独不为自己留后路。谢学着，你真傻，你心怀天下，总要有人心疼你。死的事情，就让我这个妖女来做吧。对不起，还是你自己留下吧。谢雪珍，这一次换我来保护你，好不好？受这一击的本该是我，不，你不会死的，我不会让你死。玄灵，玄灵。玄灵，
穆玄灵。 穆玄灵，穆玄灵，穆玄灵，若是再过来，我便立刻杀了你。今天，杀了他！穆玄灵，穆玄灵。 日复一日，我以血魄灵力将你滋养，你借我之力复原，却在关键时刻背叛我，亲手将我送到了这里。看来如今你将一切都忘了。 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人皇昭明，狂妄不堪，罪孽深重。今奉天意，将你镇于熔渊之下，永世不得出。我走的时候，你说会在家中等我回去。如今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我乃上古神器混沌珠，掌时空权柄，维系世间运转。 怎么可能被你藏养于家中？你不是说你喜欢我，想要与我成亲，愿意与我相伴千年的吗？那不过是受你人皇之气滋养，为偿还你因果所为。我生于混沌，寿元无尽，千年于我而言也不过弹指一瞬。但如今，你为一己私欲上天弑神，狂悖不已。 滥杀无辜，我便不能再如此纵容你。不，你不是阿朱，你是谁？果然一介凡人，难免贪嗔痴之念。事到如今，还要自欺欺人。若我不是阿朱，难道世上还有第二颗混沌珠不成？ 天梯原为人界与神界沟通之桥梁，现因人皇昭明忤逆之举，天梯惊起废绝，从此人界再无登天契机。
被天命书镇压于地底，与此同时，天梯陨落，从此之后有了荣渊，我也被镇压在这荣渊之下万年。万年之后，还是同样的脸。越是看着无辜，就越是歹毒。你既然来了，便让本尊好好想想，该如何报复你。当年我以血魄灵力滋养你，今日这血阵中，本尊要将原属于我的东西全部取回。混沌珠乃司辰神器，掌控时之权柄，可回溯时空，逆转乾坤。当年的混沌神女是多么的高高在上，再看看如今的模样，如此狼狈不堪，连一个血阵都抵御不了。向我求饶吧，承认你的背叛，承认你的罪过，求我放过你。我只是我自己，并非什么混沌神女。你所说的一切，我也从未经历过，更没有你说的什么逆转乾坤的神力。但你要我向你求饶，做梦！做梦？真不知道谢雪晨看到你这样，又会是如何。你若有什么仇怨，冲我来，不要牵连于他。你心疼他？他已经来了。雪灵，谁让你来的？这阵法凶险，你快走！我带你出去。出去？你到底是谁？吾乃昭明。你是人皇昭明？你也是昭明。当年我一人一剑杀上天界，神族无一能与我对抗。若不是混沌珠临阵背叛，本尊早已将神族屠尽，又岂会被镇于荣渊之下万年？近来桑奇修炼玉阙功，使得魔气异动，我才与你有所感应。我便知道，原来我竟有一魄留在世间。你我只是相貌相似，但凭何就能说我是你的一魄？君天，万年不见，你竟变成如此模样。回来吧。这才是你原来的样子。你问我凭何？就凭我随时随地都能杀了你。谢晨，谢晨，强者没必要欺骗蝼蚁。我说你是，你便是。你只不过是本尊残留在人界的小小碎片。你这20多年的人生，于我而言也只是一瞬罢了。我是谁？不由天，不由命，更不由你。即便你是人皇昭明，是万年神器，今日我也一定会从这里带走他。君天剑气力有万钧，落地竟毫无损毁。难道我们正处于他神识所造的幻境当中？眼前的一切都是幻象，实际上君天还在你手里。
看来你似乎还活在万年之前，如今早已时移世易，一切都变了。谢雪晨，总有一天你会回来的。大家没事吧？可有暗族逃出？谢城主放心，无一暗族逃出。可刚刚收到传报，灵族突袭各派，雍雪城、玄天门、镜花宫虽已平息战局，可碧霄宫伤亡惨重。爹娘，你们醒了。生儿，你怎么样？生儿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娘，我没事。碧霄宫情形如何？灵族已经被赶走，碧霄宫保住了。多谢盟主，万碧霄宫于危亡。二位好生歇息，我去处理善后。余下的时间，好好陪陪他们。安妮儿，他们怎么样了？副公主与段长老以身强挡自毁法阵的攻击，如今伤势过重，已经无力回天。眼下也只是回光返照罢了。最后的时间就留给他们一家人吧。江离已经被控制住了，我们去审问他。爹，生儿，要不是为了救我，你们也不会伤成这个样子。都怪我，要是我好好修炼，灵力再强一点，要是我早点发现江离他的真实身份。傻子，这事儿不怪你，你也不要自责。你这个孩子啊，从小就生性正直善良，又乐观豁达，所以这次你也不要去怪苍林，不要被仇恨裹挟，只是这接下去的路啊，可能真的要你自己一个人走了。娘希望你还是能像以前一样，每天过得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的。以后我们也不逼你去争什么盟主之位了，去他的吧。生儿，按照自己的心愿，快乐的活着。我不要娘，我要跟你们在一起。娘，生儿，不要，我不要。你别这样，你这样，爹娘也不放心你啊。我不要。生儿，不要，不要。生儿，你长大了，爹娘啊，我不要，不想你看着我们，
你听话，你先出去吧，好吗？生儿，你就当我跟你娘去远行了。我还从来没带你娘远行过呢。好孩子，山高水远，若有牵挂，我们永远在这里。爹娘体面了一辈子了，临了临了，你就让爹娘体体面面的走。生儿，你别让爹娘走都走得不安心，听话。爹，娘。哎呀。就这么干坐着等死，好无聊啊！要不做点事情？现在？哎呀，这么多年，我还是第一次给你梳头呢。还好意思说？梳不好，怕你骂我嘛。渊庭，我是不是老了？你看，都长白头发了。别拔，越拔越多，给你藏起来。你看，是不是还是青春永驻啊？哎呀，转眼啊，都过了一辈子了。我还记得长老第一次带我见你的场景，好像就在昨日一样。哎，我就说你的眼光好，肯定是看中了我的容貌，所以才毫不犹豫地选择嫁给我，对不对啊？其实我早就见过你了。啊？我呀，偷偷的去你们碧霄宫看过比武。那场比试，你的师兄、师弟、师姐、师妹，每一个都把你给打趴下了，输的那叫一个惨。哎呀，丢死人了！不过话说回来，你确实是以貌取人。我只是在好奇，你说一个人怎么能输得那么惨，却还笑得那么开心，真是令人羡慕。不若是
能跟这样生性豁达开朗的人长相厮守一辈子，那该多快活呀！咱俩这一辈子吵吵闹闹，大部分时间都是你在容忍我的坏脾气。这若是换做旁人啊，早就一拍两散了。袁婷，能嫁给你是我的福气。不，能娶你啊，才是我鸿运当头呢。那世人都在传，我是为了利益，为了联姻，才娶了你这个河东狮。他们懂个屁！他们哪里知道你的好？每次在外面，你都护着我这个无能的夫君，为了孩子深谋远虑。你呀，就是个敢爱敢恨，从来不在乎别人眼光的洒脱女人。和你相处越久，就越敬你，越爱你。你们为什么不杀了我？若不是谢盟主有交代，我早就杀了你，来为我那些死去的同门报仇。谢盟主，我们想与他单独聊聊。是。
就有了阿宝。我不愿看他们母女二人沦落到被奴役的下场，于是，我便想杀光仙盟当中所有的伪君子，解救灵族。那日，我跟踪一艘载满灵奴的船，去到灵居岛。我想要杀掉他们的领头人，救出灵奴。奈何他修为高深，将我擒住。我自忖必死无疑，但他却没有杀我。你走吧。你为什么不杀我？我给你3次杀我的机会。我不知道他心中打了什么样的算盘，但我隐隐感觉他跟别的修士不一样。于是，我便跟着他，想要看看他究竟想做什么。他依照诺言，没有为难我，让我在岛中自由行动。我跟着他来到一家茶馆，多谢。我发现那里面竟然全部都是灵族，甚至包含了我想救的那些灵奴。他们嬉笑，送礼。你们知道吗？他们对何仙我的尊重和感谢都是真诚的。原来，何仙我当时买下那船灵奴，是为了带他们到灵居岛来安家。何仙我才是真正对人族和灵族一视同仁的人。我知道我误会他，于是我便打算放弃刺杀。当时我只想回家，但他的手下却不让我离岛。那时，我才意识到，他对于3次刺杀是认真的。第2次刺杀也失败了。是我误会你了，我会离开灵居岛的。没关系啊，你还有第3次机会。但我不想杀你了。人都要为自己犯下的错误付出代价。我没有办法，只能再去刺杀他。我和你无冤无仇，你要杀便杀，为何折磨我？我从没想过杀你，相反，我想帮你。帮我？你这明明是在羞辱我！你都不知道我要什么，你怎么帮我？你本名傅苍离，你的父亲是碧霄宫公主傅渊庭的兄长。因权位之争，你父亲被害，你母亲带着你逃亡在外，并为你更名改姓为江离。后来，你娶了一只秀宝鼠为妻，还与她生了一个女儿，名唤阿宝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你到底是谁？这几天你跟着我走遍了灵居岛各处，怎么样？你觉得如何？这里很好，人灵两族能够平等相处。但这终究不是我的家，我是不会留下的。如果我跟你说，我可以让天下都变成灵居岛这样呢？你要帮灵族，可你是人族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也是人族，但我的家人都是灵族，众生平等。可人族以为自己有了神窍，就可以肆意奴役、压迫其他生灵，这是错误的，是需要纠正的。我们也要为这个错误付出代价。即便你真的这么想，可就凭灵居岛的力量，怎么撼得动仙盟？怎么不可能？我看到了他暗中训练的灵族战士，这怎么可能打动你？怎么不可能？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他已经证明了他会对灵族好。我不在乎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，对我来说重要的只有阿宝和秀秀。我可以为他们做任何事。你不要拿我当借口！阿宝，我讨厌战争，我讨厌你杀了哥哥姐姐。我喜
喜欢他们，如果没有他们，你就见不到活着的我了。阿宝，傅公主死了，大长老也死了，但是哥哥没有了爹娘。你所说的自由，就是让人灵两族不死不休吗？阿宝喜欢人族，和人族相处甚欢，可你现在的所作所为，不过是在将阿宝推入仇恨的深渊。其实你心里就根本没有阿宝和娘亲，你出去那么久，你只不过是为了杀人而已。姐姐，阿宝，是爹对不起你，爹让你受苦了。但你要相信，爹没有一天不想念你和你娘亲。我每一刻都想着与你们团聚，是爹没有，是爹没有，爹只是想给你还有你娘亲创造一个公平、公正的世界。我承认，之前确实是仙盟太过激进。江离，你如果信得过我，我便在此立誓，从今以后，所有仙盟修者不再蓄养灵奴，将人灵一视同仁。如果你真的想要公平公正，想要两族永保太平的话，就告诉我，和仙我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并不知道他的计划是什么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他想用混沌之力打开天梯，前往神界。莫非他想成神？我不知。何仙我待我恩重如山，我没办法帮你去阻止他。谢谢你救了我一命。我看你对阿宝，还有木姑娘，一直平等相待。我相信你，但我没办法相信其他人。我更不相信人灵两族之间这么多年的积怨能够轻易化解。我能告诉你的只有这么多了。更何况，我的确不知道他在哪儿。封印暗月，对抗堕神，援救仙盟，一刻都没有停过。谢雪晨，你累不累啊？这一路，你也一直与我同行，你累不累？累自然是累啦，但谁让我选了你呢？不管多难多险，你都不能抛下我。荣渊之下堕神苏醒，也不知道他说的话是真是假。无论真假，谢雪晨，你要知道，无论是大哥哥，还是那个堕神，他们都不是你。在我心里，你不是任何人的附属或者替代。
你是独一无二的谢雪晨。我的谢雪晨。可事情看似告一段落，实则并未解决。暗域的封印只是一时的，只要心魔不灭，暗族破封印而出是早晚的事。还有何仙王，也不知为何，不知所踪。他谋划多年，必是有所企图，不可能无缘无故放弃一切离去。谢城主，如此行色匆匆，出何事了？秋明不见了。不见了？怎么回事？净化宫传的消息说，秋明带人清理战场之后就不见了。他会去哪儿？会不会出事了？高修士醒了，这是今日新倒的茶，高修士来一起尝尝。我怎么会在这儿？当日星辰谷，最后留下的只有5个人，除了已死的桑琪、素公主，剩下的便是雪晨、木姑娘和高修士你。此番大战，何县我不知所踪，可他一直盯着混沌珠，必定会找知情人逼问，而高修士你便是其中之一。是以雪晨让我秘密护你在此。那现在外面情况如何？仙盟有击退灵族吗？暗族加入了战局，形势反转，人族溃败，死伤无数。眼下，急需混沌珠，需借助混沌之力重建万仙阵。谢雪晨会看好混沌珠的，该怎么用，自有他的考量。还请南庄主立刻送我回镜花城，我不能看着暗族屠戮人界。所以说，混沌珠在谢雪晨手上。混沌珠在谁手上，我并不清楚。南庄主跟谢雪晨是知交好友，这个问题你不应该去问他吗？那若是南某偏偏想听高修士讲给我听，南庄主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高修士，你在害怕？我有什么可怕的？难不成南庄主还打算对我动手？高修士说笑了。南某只想请高修士赏一幅画。这幅江山图是南某信手所画，画中山水花鸟齐备，可总觉得缺了些灵魂。我才疏学浅，不懂赏画，先回净化宫了。南虚渊，你想干什么？高修士好像有些激动啊，不如再睡一觉吧。善中静，画中人。这片山水天地，有你一人独享，总该是满足的吧。南庄主未免也太不怜香惜玉了些。你方才听到了，混沌珠在谢雪晨手里。但我倒有些好奇，桑琪和高秋明立场完全不同，甚至是仇敌，却都默契地闭口隐瞒。
他们想要保护的，究竟是混沌珠，亦或是某个人？还是说，混沌珠就是这个人？何仙武，打消你的念头。我说过，你敢动他，我灭你。南庄主是不想去那梦中之地了呀？梦中之地，眼前之人，若二者不能兼得，我保后者。即便这眼前之人，屡屡为了谢雪尘而无视你的心意，甚至妨碍你的计划。不错，的确是好茶。混沌珠是开启天梯的钥匙，只要天梯能修复，最后我可以留他一命。不过南庄主，你该不会连伤他分毫都舍不得吧？若我当真，就舍不得呢。那你为何又不愿杀谢雪尘？我早便同你说过，谢雪尘的存在是个威胁，不仅对你我来说是，对穆玄灵也是。只要谢雪尘在，穆玄灵就会一次又一次的陪着他以命犯险，说不准哪天就死了。你既要保穆玄灵，何不同我一起杀了谢雪尘？你们是说，秋明的失踪跟何仙我有关？传盟主令，全仙盟通缉何仙我。不仅要通缉令，我还要万金悬赏。不管多少金，我都要把秋明找回来。他不会有事的，别乱了心神。乱心神？我跟高秋明什么关系啊？我最讨厌他了，他最好出事。是吗？当然了。你其实不恨他，对吧？小时候的仇，谁还会真记一辈子？这场大战，死的人够多了。高秋明，我不许他死。高修士被他抓走了，居然有2个朋友，一定得抓住他！对呀，一定要抓住他！应该叫你哥哥，还是叔叔？大人的事，不该扬起你。你可以继续叫我哥哥，但不能叫我叔叔。哎呀，哥哥一直不吃东西，会饿坏的。娘亲说，心里苦的时候，吃下一点点心，会甜上一点点哦。心里有苦，也得面对。笑着走下去，
爹娘才能放心。哥哥，对不起，是他带来的灵族害死了你的爹娘。阿宝，怕哥哥会讨厌阿宝。阿宝，哥哥不是什么大圣人，我虽然不会复仇，但我也是真的不想见到江离了。但他是他，你是你，哥哥不会讨厌阿宝。哥哥，如果你一个人感到孤单，阿宝一定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好，哥哥想清楚了，我会把秋明平平安安的带回来。我有好多话想当面告诉他。公主，公主，有高修氏的消息了。找到秋明了。我们也刚到，是云秀山庄收到的消息。县盟通缉令、悬赏令传遍各处。今日清晨，山庄一修士禀报，说是看到何县我将高修士带去了暗域。何县我带他去暗域干什么？原因还不清楚，但何县我心机深沉，他行的每一步都有自己的谋算。如今看来，他之前很可能是故意制造三族大乱。一方面，趁着混乱掳走高修士；另一方面，他想借仙盟之手，封印暗族，以便他在暗域实施自己真正的计划。什么是真正的计划？他想用混沌之力打开天梯，前往神界。难不成何县我以为高秋明是混沌珠？秋明是混沌珠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他猜错了，高秋明不是。但若何县我这么以为，难不成他是想借高秋明之力修复天梯？据传当年人皇昭明获释，甚至与上天弑神，惹了神怒，神族不愿再庇护人族，于是斩断了天梯。那何县我为什么会觉得有了混沌珠就能修复天梯？因为斩断天梯的，就是混沌珠。上古神器，混沌珠。天命书随创世而生，一个掌时空，为司晨；另一个掌因果，为司命。他们都是天道的执行者，亦是高于神族的存在。不过天命书从未现过世，所以何县我能渴求的只有落在人界的混沌珠。但我在暗域10年，从没有见过什么天梯遗迹，也没有听人提起过。若传说为真，那天梯遗迹上必定还残留着混沌之力。混沌之力可以扰乱时空，甚至可以让时空折叠、隐藏，所以你看不到，也是自然。别说这么多了，我这就去暗域救秋明。傅兰生，那是何县我，你自己一个人去送死吗？那倘若何县我知道他不是混沌珠，必然会杀人灭口，到时候一切都晚了。你要去，也得带上筹码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？此番请你前来，只是希望你能帮我一个小忙，将混沌珠引来。举手之劳，想必你不会吝啬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混沌珠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想不到你还颇有情谊，只是有一点你想错了。你越是为他掩饰，为他隐瞒，
便越是暴露了真相。混沌珠就是穆玄灵。他区区一个灵族，怎么可能跟神器沾边？你未免也太抬举他了吧？万年前，天梯便是被混沌珠斩落在这里。这遗迹之中，充斥着混沌之力，只有混沌珠可见。凡人若是进去，便会在其中永久迷失。高修士，你可想进去试试？你在威胁我，是吗？我和你说过了，穆玄灵他不是混沌珠，他就不是。高修士，我只是想让穆玄灵帮我修复天梯，不会伤害任何人。不会伤害任何人。这三族之乱，伤者多少，亡者多少，天下苍生的命难道不是命吗？我也很遗憾。你说的倒轻巧。你为了打开天梯，不择手段，丧心病狂。这天界有什么非去不可的？听说天界有永不断流的仙泉，无需劳作，只需从人界攫取灵气精华，便可人人长生不老，无所忧愁。可人族却要经历生老病死，仅仅是想吃饱饭，都要仰赖老天垂怜。我很想到天界去看看，为何世事会如此不公。你摄九仙阁，屡屡作乱，手上沾了多少鲜血？现在又来这儿做慈悲之相。与你论道倒是有几分意思，只是恐怕已经没有时间了。你的朋友们已经来了。秋明，傅来生，何仙武，你放开他！他跟南虚月是一伙的，他们还有后招，你们快走，快走！放开他，换我来，我任你处置。何仙武，你想要的是我，放了他。我来解决。他剑在颈上，你的剑就算再快，也怕有万一。我才是混沌珠，事情因我而起，我不想欠他的。我相信的是你，即便我落入何仙我手中，你也一定能把我救出来的，对不对？穆玄灵，你我是死对头，我从没喜欢过你。就算你现在过来换我，我一点也不会感激你的，一点也不会。你少废话！你以为我喜欢你吗？你这个废物，怕是流年不利，老是被人挟持。我劝你回去还是学遁术，打不过就跑。穆玄灵，小的时候让你为我替死，是我亏欠。今日我便全部还给你。不要！秋明，高秋明！四方剑阵！你走不了了。谢城主似乎得意的太早了。高秋明虽然愚钝，却有一句话说对了：我既与南虚月合谋，又岂会不留有后招？南庄主，
该你动手了。万仙阵，南虚月，你背叛我！从未效忠，何谈背叛？6000年前，仙盟耗尽混沌珠之力，才得以建立万仙阵。如今你们空有混沌珠之体，却缺混沌之力，想重建万仙阵，简直痴妄！痴妄！你猜的没错，他就是6000年前我与凤香建立万仙阵时曾遇到的邪修。他果然活了这么久。他当时欲抢夺混沌珠，被我以杀招重伤。我以为他已经死了，但照你所说，看来这家伙是假死避难，不断改头换面，活了这么多年。不过，你为何会怀疑这何宪武是长生之人？因为他知道如何破开万仙阵，所以我猜测，当年你们布阵的时候，他很可能就在旁边窥探，得知了阵法的关键。而且不久前，他还炼制了化影丹。化影丹的原料凤隐草，早在6000年前就随着凤商的崩毁而灭绝。他若不是6000年前，或者更久之前的人，的确不可能得到。但我疑惑的是，一个人族修士，即便到达了法相境，寿命也最多只有1000余年。凤香尊者未得长生，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。可何宪武为什么能活这么多年？难道他也见过论气上身？不像，长生是何种代价，你已经看到了。不过，我曾经确实听闻过一种吸取他人骨血精元，用他人寿命给自己延寿的邪法。施法者虽然能给自己延寿，但也会遭受极大的反噬折磨。外表如常，内里却如一团烂肉，腐朽不堪，最终会一朝爆体，加倍痛苦的死去。我想这家伙就是修炼了这邪法。究竟是什么目的，能让一个人做到如此？乾光君，我还有一事想请教。如今暗域只靠桑启的灵丹封印，恐怕无法长久。我有意重建万仙阵，之前先辈的古籍我都看过了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混沌之力。可混沌珠早在6000年前就已被耗尽力量，如若没有混沌之力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重建万仙阵？的确有一法，可以不借混沌之力，也能完成阵法。需让当世3位灵力至强者分别站在修、生、死3门之上，即可完成阵法。多谢乾光君。哼，你先别急着谢。死门乃历劫之位，若没有混沌珠的强大力量支撑，死门之人必会灵力耗尽而死。这就是唯一的解法。雍雪城玄天门净花宫碧霄宫甚至暗语，年长1辈的法相尊者相继陨落。论当世灵力至强者，恰恰剩我、穆玄灵以及你。所以从那时起，并不是我算计你，而是我被算进了你的棋局里。我们无法算到你每一步会怎么走，但知道你最终会怎么走。何宪武，死门为你而备，和南虚月的配合，并不算难。南虚月，你们当真知道他是怎样的人？知道他在背后都做过些什么？为什么？一个人该死，可他却不想死，就会有挣扎心。挣扎间稍有动摇，便一步错，步步错。我便是如此。
无可辩驳。那又为何突然告诉我一切？这便是何县我的药，可为我殉命，令我被他胁迫，身不由己。如今我不想再继续下去了。做错事，便该偿。杀了我。 或者让我为你成事，然后再杀了我。南虚月受我胁迫，身不由己，真是这样吗？将死之人，你就尽管笑吧。笑完之后，带着你所有的罪业，到地下赎罪。起阵。 之间的同盟根本就脆弱的不堪一击。南虚月所做之事，你当真可以视而不见，当作无事发生吗？而你呢，南虚月，你真的放得下他吗？你想要活下去，不就是因为他吗？这是我自己的事。 不劳你费心了。南虚月，你想清楚，我一旦死了，你便再也拿不到药，你也会死。终于啊，都入阵了。都。南虚月，开阵。好，那便如你所愿。 不要！虚月，你干什么？大阵已起，阵眼中人皆不得逃。 三门皆为死，三人皆死。真是好大一出戏啊！南虚月，难道连他你也要杀吗？你所求究竟为何？
信的是你，即便我落入何仙王手中，你也一定能把我救出来的，对不对？穆玄灵，不该是这样。谁家情郎总是像你这样连名带姓的叫人？以后叫我灵儿，好不好？好，你说什么都好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你跟玄信说的话，我都听到了。谢城主当真要跟南虚月合作？你明知道他不可进行。若要重建万仙阵，必须有一位大阵师来起阵开阵。纵观天下，唯有南虚月能够胜任，我别无选择。倘若他背后另有谋算，从定下计划起，我便押上了自己的性命。宣信，若我身死，你就是下一任仙盟盟主，愿这灵位受命，不会令你太过为难。可是穆姑娘又该如何？她身上有一块玉牌，是南虚月所赠。我接触过那玉牌，的确是护身至宝，只要有它在，玄灵性命无忧。我试问，如果你死了，穆姑娘该如何度过接下来的人生路呢？穆玄灵，生于人界，长于暗域，这世间从来都没有对他好过，他却凭着一腔意志，从不公中杀出一条血路来，将所有的痛苦和折辱都踩在脚下。他从来都不是我的附属，他是他自己。他的人生不会因为我的死而黯淡，而失去意义。我爱他，敬他，也信他，只是留下的往往比先走的那个更痛苦。是我太过自私，要让他做留下的那一个了。每一次作战，你都抱着私志，你总是为所有人考虑，却唯独不为自己留后路。谢学长，你真傻，你心怀天下，总要有人心疼你。死的事情，就让我这个妖女来做吧。对不起，还是你自己留下吧。谢雪珍，这一次换我来保护你，好不好？
受这一击的本该是我。不，你不会死的，我不会让你死。玄灵，玄灵。 玄灵，莫玄灵，莫玄灵。 碧霄宫弟子已去通传高秋明的消息，不过，你当真决定要借万仙阵重建之机，杀了何宪我和谢雪晨吗？一个不顾他人性命，一个不顾自己性命。他恨的，他爱的，都会让他身陷险境，所以他们都得死。可他也在阵中，万仙阵阵法难改。 一旦改阵，便只能是三门皆死，他也逃不了。我的玉牌会护着他。代价呢？能抵御万仙阵死门的法器，你要付出什么代价？只是把他所受的伤害转移到我身上罢了。那你会死？杀了何宪我便也活不久了。杀了谢雪晨，他就会恨我。怎么想，最该死的那个人都应该是我吧？我曾说过，若有一天我动了谢雪晨，他便可取我性命。我既允诺于他，便定会做到。所以我和谢雪晨一起死吧。 把性命还他便是。我今日才真正发现，你果非清风明月，亦非料事如神。你能成事，是因为你是个疯子，一个不要命的疯子。不许你！不许你！若是再过来。 我便立刻杀了你！今天杀了他！穆玄灵，穆玄灵！这里是暗域的荣渊啊，阁主呢？尊神，阁主让我们救你出碧霄宫，你为何带我们来这儿啊？诸位，
阁主通过令牌传话于我，待修仙阁所有灵族来此集结，他说将要带大家去一个真正平等的无忧之地。无忧之地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现在该你们借我一些力量。阁主，为什么？谢雪晨。玉虚宫是谢雪晨。阁主要杀我们，是谢雪晨救了我们，一个人足救了我们。煎熬万年，牺牲这么多人的性命，就为了开这天梯，为了成神。在你眼中，神族是什么？过去神族高居9天，统御3界，他们漠视众生为蝼蚁，给人界带来无尽血泪。那时人族还没有神窍，无法修仙，只得祈求神族眷顾，受神族驱策奴役而不自知。但万年前，唯一能修炼灵力的人族，世人尊他为圣，奉他为人皇。我娘说，上天后就不能再回家了。有什么好难过的？能被选为神士是家族荣耀，是好事。做神士会被陷阱，我们会死。你别胡说，那不是死，只是离开凡胎肉体，去往天界侍奉神明。别说话。圣君有命，要好生照看这些孩子。是。是圣君要我们去死吗？别误会他，孩子。圣君生来便受天道所宠，本不该沾染这世间凡尘。但我在圣君身侧10余年，没有一日他不是在为你我这样的普通人而操劳。你所在的村子，难道没有受过他的保护和恩惠吗？即使是人皇圣君，也有他的难处。但我们要相信他，定能给我们最好的世界。然而后来，人皇圣君背逆天道，登天梯，弑神族，最终落败。世人皆唾弃他的野心和狂妄，可我却敬慕他。我敬慕他身为一介凡人，敢于只身挑战整个神族的勇气和力量。我要的就是让整个不仁的神族覆灭，否则早晚有一天，他们还会再来人间。我杀人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。那就是神吗？神事何在？不会有神事了。昭明，你想违背天道吗？神族所行并非正道。今日，我要这天地间只有日月，再无神仙。这不可能！人皇未能杀尽神族，便已陨落，这是我亲眼所见。怎么会没有神？万年前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
一定还有山，那里一定还有山。邪修不容于世，每隔100年便要改换一次身份皮囊，苟活至今。难得你还记得我。天书司命，尽知因果，名不虚传。昭明邪躯，逆天诛神，堕入尘魔，任于荣渊。都是假的，世界是假的，传说也是假的，你在说谎，天命书在说谎，万年骗局，这才是真相。昭明无罪，昭明无罪。谢雪晨，1万年了，1万年。费尽心机，满手鲜血，到头来竟是一个笑话，一个毫无意义的笑话。我欲杀之人，竟是我铭记万年之人。你的一句话，便能令所有人痛苦，便能令一切罪恶掩藏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
神族不仁，我亦罪孽。就让这万年的荒唐在今日一同结束吧。之魂，奉我圣系，何方阵起！那日的祭台很高，圣君站得很远，我未能看清他的样貌。可我永远记得他登天弑神的志向。神族所行定非正道，今日我要这天地间只有日月，再无神仙。此乃我毕生所愿。此亦是我毕生所愿。灵儿，你不是跟我说你最讨厌胡曲了吗？睡了以后，可就只剩正气了。你醒过来好不好？我还要带你去看人间，陪你去看大千世界。你想做什么，我都陪着你，好不好？谢雪晨，你平息了人灵之战，冰封了虚空海，重建了万仙阵，看似大获全胜，实则一败涂地。谢雪晨，你承认吧，是你的狂妄害死了他。我不会让他死，可他已经死了。我说。我不会让他死！是吗？你当年毫无犹豫地背叛我，镇压我，如今却为了谢雪晨甘愿生死。罢了，一切还未结束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原来根本就没有什么无忧之地，阁主一直在利用我们。他这些年招揽我们，就是为了今日。阁主为什么要欺骗我们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说！我们所信仰的，欲杀我们于荣渊之畔；我们所愤怒的，却救我们于危亡之时。是非、对错、善恶，从一开始就是假的，就是假的。谢雨辰，穆姑娘。多谢谢城主。
你先在这儿休息，我去处理些事情，得过阵子才能回来。我把君天留下来陪你，他会与我感应，护你周全。庄主生气尚在，灵力却无法进入，这是为何？只有一种可能，庄主不愿意接受他的灵力，庄主他在求死。住口！把所有的灵药都给我拿过来！谢谢你带我回云秀山庄，我不再是狸奴了，也没有人欺负我。山楂糖球，还给你。为何要还？还完之后呢？你要如何？还完之后，我就要去找谢雪晨。这山楂糖球是骗人的，只有最外面一层是甜的，里面却酸得很。你为什么会喜欢？我喜欢的不是糖球，那是什么？我吗？喜欢到你要杀了谢雪晨？为什么要杀他？他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他没做错任何，错的是我，是命数。什么命数？我曾为你卜过一卦，你与谢雪晨有缘无分。即便如此，与你要杀他何干？我曾经一直不能参透，究竟是如何的有缘无分。可直到我得知你是混沌珠的那一刻，我便悟了这卦象真正的含义。是生死劫，你与他注定只能一人生，一人死。你的劫数将至，我本想保你性命，却不曾想自己变成了促成劫数的一环。如图经过万年的雪落，说好把命赔给你，他也一颗双眸光拿去便是。说来仿若前尘曾爱过。你的恩，
我不需要你的命，我不稀罕。别走！心思朵朵，千山经过，我心默默。请随我缘尽世间的归离正法，一洗生灭。说是要配给你的，就该配给你。南希月，你还有未放下的人，未找到的地方，未查清的梦境，你不能死，给我醒过来！只因你如昨芳华灼灼。南希月，我把我的一点点喜欢分给你，好不好？我心田因你放若桃花千朵。南希月，南希月，谈笑自若，只因情伤我，只因你如昨芳华灼灼。何人请天命？吾等神族请天命。神族历来受凡界人族供奉，必有人族众生。然如今灵族已下界作恶肆虐，屠戮人族苍生，敬请天命感化恶灵。敬请天命感化恶灵，令人见再无灵族暴行。可凡界灵族性卑力弱，积德行善，与人无争。天命之书，言出法随，重定因果，再设乾坤。吾等拜谢，拜谢天命。天命，你回来了。你每天看着别人的命运，不觉得无趣吗？你我生于鸿蒙，与天地日月同寿，超然三界之外，有趣无趣，与我何干？沧海桑田，不过匆匆；即便是神族，一代一代，也不过是天宫过客。唯有你我相伴，才是永恒。天命，你终究不懂情。你既不愿改写他的命运，那他的命运便由我亲自来写。纵然是天书焚毁，宝珠无光，我也绝不屈服。你说我不懂情，那我便也折入凡尘，去看一看，你所说的情到底是何物。到那时，你便会回来的，对吗？
刚才那是什么？我以为你会死。南旭月验尸验迹，你以为自己救得了他？你是谁？无奈，天命。蒙叔定干戈旨，自此人灵停战，共赴青山。诸位，谢盟主不计前嫌，救我等于水火之中。我江离今日带灵族在此立誓，今日之后，所有灵族不再起任何事端，如有违背，永堕炼狱。碧霄公亦在此立誓，从此人灵一视同仁，永不恤灵奴。杏花宫也愿遵谢盟主之意，即日起废除剑灵司，与灵族永无强迫。我已派弟子前往安域，若高修士和副修士出来，必能及时接应。还有一事，望诸位应允。先前因家父罹难，先盟异动，我临危受命暂代盟主之位。然盟主之位，实非我所愿。如今万仙阵重建，暗族封印，人灵和解，我认为盟主之位该托付给更适合之人。玄信尊者修为不凡，至纯至善，此次对抗暗族之战中，立下大功，众望所归。我相信尊者定能率领仙盟，重拾安宁。当日在正气厅，各派掌门请立盟主，谢城主便说只是暂代。如今我们若再强求，那便是以怨报德。更何况，玄信尊者确有盟主之姿，令人信服。玄信尊者，你可愿担此重任？玄信定不负所托。还望诸位同心，共护苍生，莫蹈往日覆辙。是。如今风波已平，我相信玄信定能率仙盟重振旗鼓。至于雍雪城，我希望托付给二位。有一事，如今也无需再隐瞒你们。穆玄灵就是混沌珠。穆玄灵就是混沌珠。之前为防贼人觊觎，我才刻意隐下他的身份。但我欠他的，人族欠他的属实太多。万年前，混沌珠曾以身补天，毅然扛过天下之责。6000年前，仙盟又用混沌珠来创建万仙阵，再次耗尽混沌灵力。而这一路走来，他协助仙盟却屡屡被怀疑，被牺牲。如今更是为救我而死。我欠他的命，人族和仙盟欠他的情。无论如何，我都是要偿还回去的。更何况，他亦是我所爱之人，我一定要救回他。
我明白了，雪晨，守护雍雪城，我等责无旁贷，你放心前行。 这就是长生莲，世间竟真有此物。你是何人？难道你也是来等长生莲的？我为救人而来。救人？救什么人？心上人。痴缠于情爱，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。长生莲。 我不会相让。长生莲快开了，但谁也不知道哪一日会开。不如我们一起等。要等也不是跟你一起等。有个关于乾光君的故事，不知前辈可有兴趣一听？之间找寻你的脸，若心中的泪无人发现，可否还不知疲倦？因心有所念，痴情人不必问长路多远。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 千朵陪你那一天，凝望那一个人，一双梦，再别无所恋，此生无忧无怨，陪在你身边。喂，你说的是你的心上人？是我发誓一生守护之人。挺好。乾光君一直在找你。乾光君的心上人一直是你。凤霞，当年是我想错了，若是我能在对的时间告诉你，
我所钟情之人是你，就不会令你陷入6000年的漫长折磨。我宁愿自己从未见过人情，可以与你有1000年的厮守。可若不见伦情，我又舍不得留你一人在这尘世间，苦尝这无尽的轮回。近在咫尺，心不知。建国，这条路怎样都是错的。放心，建国，我若能替你解开这一日轮回，那该多好。你很清楚逆天而行的代价，那你可知，当你见到伦静，又会付出怎样的代价？只要这代价由我来承受，那便足够了。仅仅是想见到他，就要承受38000道仙风当起。他们会侵蚀你的神魂，如凌迟刻骨。若死的人是我，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服下这长生莲。我只盼在这神境中，能够找到复活他的办法。遇到晴子，谁都一样。去吧，去做你想做的事。救你想救的人，在还来得及的时候。我允许过你的事，还有许多未能完成。一世之约才刚刚开始，我绝不会让你离我而去。
道你拼尽全力，本可以留住他的，对吗？可是你并没有这么做。谢雪晨，你悔吗？那身为雍雪城弟子，保护城主义不容辞，何须多疑啊？那你为什么还是要往上冲？就让他们自生自灭不好吗？谢雪晨，你就是舍不得我死。之间找寻你的脸，若心中的泪无人发现，可否还不知疲倦？因心有所念，痴情人不必问长路多远，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牵朵陪你那一天，你我那一个人一双眸，再别无所恋，此生无忧无怨，陪在你身你是何人？人走剑修谢雪晨，求见圣人。本君已经许久不曾见过有人踏上斩神台了。那38000剑是斩神台，不错。38000刀斩的是元神，只有元神坚韧、意志坚定者，方能从斩神台上活下来。你能到此处，必定见过凤香和钱光了。是，那你可知道，向本君许愿，必须要付出一些小小的代价？我知道，只是有一事想确认一下，是否这代价只需要我一人承担，不牵扯他人？你的心愿，牵涉的人越少，需要付出代价的人便越少。本君好像记得，有人许过一个牵涉到众生的愿望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。我只想救活一人。神族、神官权柄不同，想令死者复生，只有2人可以办到：一为司命天命书，2为元阴玄女。元阴玄女转生为素宁溪，恐怕已难从此处着手。请问上神，司命神君何在？
你想向他求助？不，本君不曾见过他，但隐约记得他这神冰冷不近人情，不似本君这般友善。传说神族抛弃人族，不再与世沟通。可上神为何要留下长生莲引人来此？还有，这里又是什么地方？不怪你心存怀疑，本君也迷惑不解。为何只剩本君孤独一人在此？你也不知道。万年前，有个人让我在这里等一个人，可那个人没有告诉我要等的人长什么模样，是男是女，是老是幼。我感觉得到神族并没有消失，可他们去哪儿了？好像曾经有很重要的事情发生，我却忘了。不过忘便忘了，必然是有力量凌驾于我之上，才叫我忘记。天命书。是，也许是天命书所为。有人以天命书左右了神族的命运。你可知道，天命书是用来说谎的法宝，言出法随，所有的谎言皆会成真。它的力量远在我之上，但同样也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。没有任何收获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。若我只想救活一人，上神可有办法？本君可助你回到过去，在那个人死之前，改变他的轨迹。你可以想好要回到过去的哪一时间、地点。本君以轮回镜送你回去。若万仙阵没有破，便也不必重建，最终他便不会死。我要回到万仙阵破开之前，阻止何仙王。